威邦不入這句至理名言，在我的身上已經得到了親身驗證。當一個國家還沒有建立最基本的法治，什麼東西都是掌權者我說了算時，建議大家還是要謹慎考慮前往。儘管看上去已經獲得了歐盟候選國的頭銜，對中國、美國、印度等一系列國家都採取完全免簽或者部分免簽政策，但是海關確實有權攔下你。要想過此路，留下買路財，不是小說裡才有的橋段，而是在不少的威邦真真實實的存在。嗨，大家好，我是獨立離岸顧問Sean，關注我，讓你全球都有人。作為常年往返全球的獨立離岸顧問，我曾經多次到訪到這個高加索國家，並將其列為高加索地區商務出行的優選中轉站，卻沒想到這一次常規的入境，竟成為了我人生首次入境受阻的驚魂之旅。就在上個星期一，我經歷了人生第一次拒絕入境。更諷刺的是，這個國家不僅是我多次訪問原本印象不錯的地方，還在去年剛剛成為歐盟候選國，一直對外宣傳安全友好。廢話不多說，今天我就把我的親身所見所聞所經歷的全部分享給大家。Let's get into it。事情呢是這樣的。原本我們上周定在高加索地區舉辦我們公司團建，而第比利斯作為該地區最主要的航空中心，自然就成為了我們的首選落腳處。正當我興高采烈地盤算着到酒店以後該吃什麼大餐的時候，入境海關用着他蹩腳的英文對我說 "Go office"。我一臉懵逼地來到了海關櫃台旁邊的辦公室，一個禿頭男人突然告訴我說，我在格魯吉亞欠了5000拉里，也就是約合2000美金的罰款未交，必須要先交錢才能夠合法辦理入境。這下我這個守法公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了。我從去年到現在總共來過2次格魯吉亞，每次都是3-5天談生意、吃飯、看景點，守法得很呀。哪來的違法欠款2000美金呢 ？No, God, please, no, no, no！ 除了海關入境官員，我跟格魯吉亞的警察更是一句話都沒說過。這罰款5000拉里到底從哪兒來的？因此，我繼續追問海關這是什麼罰款，結果這個海關禿頭告訴我說這是國家級機密，只說他們有視頻拍到了，證明我參與了違法活動。這下我就更加摸不着頭腦了。我告訴禿頭官員，我在格魯吉亞如果確實違法了，請他們提供證據，至少要開一張罰單，說明為什麼我要交2000美金這麼高數額的罰款。只見禿頭官員連忙搖搖頭，說這涉及國家機密，我只能先交罰款，後續才可以追溯到底涉及什麼案件，甚至提出上訴。當事情發展到了這裡，如果你是我的話，你會怎麼做呢？說實話，對於任何有法律常識的人來說，有罰款，比如說駕車超速、肇事逃逸，甚至違規橫穿馬路，最起碼的應該是執法部門先行取證，證明犯罪事實，然後參考相關的法律流程或者法規條文，依法開出罰單。然而，格魯吉亞的法律似乎更有格魯吉亞特色。儘管當時的我內心已經怒不可遏了，但是我還是強忍着怒火，跟禿頭官員擺事實、講道理，並明確說明我願意繳納罰款，但前提是他要提供證據。因為我捫心自問，在格魯吉亞確實從來沒有從事過任何違法犯罪活動，但是禿頭官員還是搖搖頭，表示他不是律師，也不是法官。作為海關官員，對於入境問題，他們只有先看到我取到了2000美金的現金或者5000拉里的現金來繳納罰款，才能夠由海關執法團隊決定我能否順利入境。他只需要我回答一個問題：交錢還是不交？我再次強忍住內心的怒火。如果我為了公司團建活動順利入境交錢了，那就證明我承認自己在格魯吉亞犯下了不可描述的犯罪活動，高額罰款不說，還要接受這莫大的冤屈。
不交，那就很有可能要看他這個禿頭官員以及整個國家海關體制來怎麼整我了。我咬咬牙，那就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正因為曾經在美國有過進小黑屋的經歷，當海關官員對你的入境理由產生質疑，或者依法需要對你進行文件的進一步審查時，就需要入境人配合到小黑屋進行聽候審查。只要你合法合規，海關官員起初是可以依法阻撓的，但是他们不能最終拒絕你的入境。但這一趟格魯吉亞的海關之行確實讓我開眼界，並且增加閱歷了。首先，剛剛跟我談話的禿頭官員表示他要換班了，將由下一班的海關警察負責審理我的案例。交錢就自己上，審訊和處理就讓別人來嗎？緊接着，接班的人立即扣押了我的全部行李，其中最關鍵的是不允許我使用手機和任何通訊設備。然後就把我押送到了小黑屋，開始等待。這期間，我還認識了同樣被關小黑屋的2位中東兄弟、2位泰國小姐姐、1位印度頭巾哥和1位土庫曼斯坦中年大姐，以及2位全程不說話的小哥哥。大家跟我不同，其他人全部都是免簽入境，因海關懷疑其入境目的，遭到遣返。從這群同伴的案例分析看，海關把我們帶到這個房間，那就意味着要被拒絕入境和遣返了。於是我馬上上前與看守我們的海關警察攀談，告知我主動放棄入境，能否自己預訂機票離開格魯吉亞。因為我此行的目的地和其他人拒絕入境所涉及的情況完全不同。我的旅行目的地不是格魯吉亞，而是亞美尼亞。在格魯吉亞只是飛機中轉大巴過境而已。這個看守人還算是通情達理，允許我首先跟家人報個平安，然後扣押全部通訊設備和行李，經由海關審批團隊安排預訂機票。然而事情完全沒有我想象的順利，等了將近2個小時，海關那邊一點消息都沒有，我忍不住開始抱怨了幾句。這時看守的小哥這才申請把我的手機遞給我，然後他在旁邊盯着我，仿佛怕我自己訂錯航班。幸好天無絕人之路，就在當天，也就是第2天的凌晨4點，居然有一班飛往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航班。我需要在伊斯坦布爾候機整整17個小時，才能夠最終抵達亞美尼亞首都埃里溫。果斷掏錢訂機票，心裡暗自慶幸，至少今天晚上我就能逃離這個備孕的國度。雖然不完美，但也算是不幸中的小幸運吧。本以為訂完機票我就能夠立刻衝向候機大廳重獲自由，結果海關看守非常淡定地告訴我說：“不，你還得在這個辦公室裡邊待着，直到航班起飛才有人來陪同你出去。”於是我又迎來了接下來6個小時的小黑屋深度體驗。倒也不完全無聊，等待的6個小時期間，我認識了6位小黑屋夥伴，他們分別來自印度、巴勒斯坦、埃及、泰國和土庫曼斯坦。大家各懷心事，卻都被拒絕入境。整個小黑屋裡面透着一股奇妙的難兄難弟凝聚力。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埃及老大哥，他一上來就告訴我們自己已經被關在這個小黑屋裡邊超過36個小時了。在這間敞亮的辦公室裡，免費吃飯、免費睡覺、免費洗澡，他都一一體驗到了。可惜代價卻是喪失自由的36小時。這麼久了，就是一直沒有等到安排遣返的航班給他。其次是巴勒斯坦的兄弟，他和這個埃及老大哥同文同種，因此這2個人已經相當的熟絡。他告訴我說，自己也被關進來半天了，牢飯也吃了2頓。第3個是包着頭巾的印度旁遮普老弟，他是锡克教徒，素食主義。儘管海關看守已經送來了至少2頓牢飯給他了，但是按照他自己的信仰，任何肉類或者有動物油烹飪過的食物，他都是不能碰的。可憐的他被關了快1天了，還一直餓着肚子，感覺他都已經前胸貼後背了。海關看守這邊也沒有一點人情味，給他半點關心。我看到他大部分時候都是倒在硬板凳上，感覺已經嚴重體力不支了。
而且他性格特別老實，不敢為自己申訴任何權利，從被關押到現在都沒有給自己家人報過平安。再次是2位來自泰國的小姐姐，這2位小姐姐是在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工作的國際打工人，從穿着談吐來看，經濟條件明顯比前面3位难兄難弟要好。他們告訴我說，這是他們在阿布扎比打工以後第一次出國度假。來自熱帶地區的他倆特地選擇了高加索山區的格魯吉亞，就是想過來旅遊看看雪山，酒店全部都訂好了。但是海關就是看這2位衣着靓麗的小姐姐不爽，懷疑他們來格魯吉亞進行某些非法勾當，因此決定強行遣返。聽完他倆的遭遇，我心裡邊也是一萬匹草泥馬。人家都在西亞最富裕的國家阿聯酋工作了，合法持有工作簽證，至於來你們格魯吉亞非法務工嗎？最後一位是來自土庫曼斯坦的大姐，這個國家被稱為中亞的朝鮮，極端的保守和封建。從這位大姐的面相來看，至少也應該45歲以上了。她從頭到尾，除了催促海關官員處理她的遣返事宜，也沒有跟我們聊過一句她自己的情況。可能她確實屬於格魯吉亞拒絕入境的那種類型，這個我也不好妄加評論。不管怎麼樣，都是患難與共了。最後，也就是我在小黑屋待了8個小時左右。土庫曼大姐、泰國小姐姐以及巴勒斯坦兄弟，還有我一同踏上了凌晨4點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航班。他們那幾位都是原路遣返，而我是自願購買機票前往，殊途同歸。說實話，雖然到格魯吉亞從海關入境受阻，一直到購買機票離境，全程我都想盡一切辦法把它壓縮到了只有8小時左右，但這8小時所遭遇到的嚴重不公對待以及喪失的自由，對我來說確實衝擊很大。人生第一次被當作犯人一樣審訊所造成的心理陰影暫且不說，這次在格魯吉亞海關還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最後只能艱難2選1，給錢還是不給。經歷種種不公對待，我在此也有一些感想想與屏幕前的各位分享。《論語》有曰：威邦不入，亂邦不居。這句春秋時代的名言放在今天仍然相當適用。現在我已經回到了美國，我仔細想了想，格魯吉亞海關究竟以什麼不可描述的證據給我定罪和罰款了呢？對照我過去的影片，我才恍然大悟。我曾在第比利斯街頭拍攝群眾抗議遊行的畫面，按照法律，政府無法把遊行示威活動定義為非法，因此設定了一個叫做阻礙公共交通罰款5000拉里的規定。雖然我只是站在路邊拍攝，沒有參與任何遊行示威活動，但我一開始確實沒有像當地群眾一樣戴着口罩。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套罰款機制很可能成為某些部門的創收工具。更荒誕的是，整個海關入境過程沒有開罰單，沒有取證流程，沒有申訴渠道，一個連基本法治框架都沒有的地方，根本算不上現代國家。亂邦不居這句話很好理解，如果連最起碼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我們何必冒着生命危險去當地居住呢？而威邦不入這句至理名言，在我的身上已經得到了親身驗證。在此分享給正在考慮出國考察、投資甚至移居的各位觀眾朋友們。當一個國家還沒有建立最基本的法治，什麼東西都是掌權者我說了算時，建議大家還是要謹慎考慮前往。儘管看上去格魯吉亞已經獲得了歐盟候選國的頭銜，對中國、美國、印度等一系列國家都採取完全免簽或者部分免簽政策，但是海關確實有權攔下你。要想過此路，留下買路財，不是小說裡才有的橋段，而是在不少的威邦真真實實的存在。當然，格魯吉亞政府部門的土匪行為，並不代表格魯吉亞的所有人和事都很土匪。我在過去1年時間內2次訪問格魯吉亞，我個人所接觸到的格魯吉亞當地人還是相當有人情味的，質樸好客，樂觀向上。即便是在我這次小黑屋關押期間，當我的行李
都被扣押和沒收以後，一位接班的年輕警官也還是非常通情達理的。他看到我們在長途旅行後突然遭到關押，也允許我從行李中拿出個人的洗漱用品和換洗衣物，前往小黑屋專屬的浴室洗漱，仍然是在不違反制度的情況下，給了我們最多的體面。另外，格魯吉亞的第一大銀行 BOG 可以在不登錄當地的情況下完全遠程開戶和長期使用。該行的 Solo 賬戶對於幣圈出入金極其的友好，這家銀行還是非常值得大家收藏的。是永強，一個關於企業家跨境配置的頻道，希望我的親身經歷能夠為你在海外考察、投資、移居時增加一份警覺。我是尚，我們下期見，拜拜。